小伙子参加工作刚满3个月，突然被有关部门给带走了。郑大庆同志，把你请过来呢，主要是配合我们调查方权的案子。你要实话实说，有一说一，否则的话后果自负，明白了吗？坐在郑大庆对面问话的是一位中年人，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，大方脸，额头上有很深的抬头纹。郑大庆规规矩矩坐在一把木椅子上，因为紧张，顺着脊梁骨已经渗出了细细的汗珠。领导，我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其实一开始郑大庆心里就明白，自己之所以会坐在这里被问话，是因为他的准岳父方权东窗事发，正在接受审查，据说再过半个月就会判刑。郑大庆在女朋友方霞的帮助之下努力学习，准备了好几个月，通过考试得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。上班之后他才知道方霞竟然是大领导方权的独生女儿，因此他一直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考试，必定是方霞的父亲方权向有关人员打了招呼。所以现在郑大庆心里就想，完了，这个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，要是倒霉的话，说不定我也得跟着吃牢饭。因为郑大庆是这样认为的，像方权这种身份的人，不犯错则已，只要是一出事，那肯定是大问题。如果自己被卷入其中，那不倒霉还等什么呢？可是经过几个小时的问话之后，郑大庆被告诉说可以走了，没事儿了。他看天色已晚，就没回单位，直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大庆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急死人了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小霞，我今天被带走去问话了，是这么回事。郑大庆就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向女朋友方霞讲述了一遍。我刚才回来路上想了半天，现在我是没事了，可你爸还在接受调查呢。你看咱们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帮着他度过这次危机呀？方霞一咧嘴，摇了摇头。大庆，谢谢你能这么想，不过咱们有什么办法？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在家等消息。郑大庆点点头，低下头想了想，然后抬头看了看屋顶，心想不行，还是得做一做努力。小霞，我看咱俩应该有所行动才行。那是你的父亲呀，怎么能说就这么干等着不帮忙呢？上次你不是说你妈妈比你爸的位置还要高，权力还要大吗？是不是请他出面救救你爸？不行，我爸妈离婚快20年了，从来没有再联系过。再说我一直跟着爸爸生活，也有好几年没见过我妈了，我跟她关系并不好。再不好那也是你的亲妈呀，这不是别的小事，生死存亡啊，应该去找你妈当面说一说，万一她念及旧情出面帮忙呢，你爸他不是就有了一线希望了吗？好一番劝说，最后方霞勉强同意去见母亲一面。大庆，去可是去，你得陪着我。没有问题，当然可以。方霞的母亲吴美珠与方权离婚之后，曾经有过另一段婚姻，后来也是分开了，这些年一直独自生活。她居住的房子并不大，但是住所周围环境很好，绿植葱葱，比较幽静。叮咚，可是门铃一响，很快传来一位中年女性略带惊讶的声音：小霞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说着话，咔嗒，按钮一响，门开了，方霞与郑大庆一前一后进入屋内。刚坐到客厅沙发上，吴美珠便让保姆李阿姨摆上来了榴莲、芒果、草莓、香蕉、大鸭梨好几样水果，还有松仁、板栗、榛子、核桃、开心果。小霞，这位小伙子是……他是我男朋友郑大庆。郑大庆赶忙站起身来，一欠身：阿姨您好。寒暄了几句之后，郑大庆见方霞不愿意开口，他就主动把来意说了：
说现在方霞的父亲不是正在接受调查吗？希望阿姨您出面想办法救一救人。”方霞的妈妈吴美珠这么一听，小霞、大庆，你们还年轻，说出这种话来我不怪你们，但是我得提醒你们俩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我们哪里有权利去干涉啊？不管他是谁，如果真犯了错误，那就得承担责任与后果。如果没有做错事的话，党和政府也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。听到这儿，方霞二话没说，起身就走。郑大庆一把没拉住，方霞已经冲出了门外。郑大庆也赶忙站起身来，先是朝着吴美珠咧着嘴，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比哭还难看呢。鞠了个躬：“阿姨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”说完转身要走。等一下，这个你带上。说着话，吴美珠将一盒板栗递给郑大庆。郑大庆不要，小霞爱吃，你快带上吧。这时候郑大庆就发现吴美珠的眼神里似乎有点别的内容，他就接过板栗跑出去追方霞了。回到住处之后，郑大庆打开盛板栗的盒子，板栗上面放着一张小纸条，展开纸条一看，是一个手机号码和一句话，让郑大庆等到晚上再打过去，有话跟他讲。到了晚上9点钟，郑大庆打通了电话，是方霞的妈妈吴美珠亲自接的，说是今天白天有保姆在旁边，她说话不方便，现在你告诉小霞，我明天就去想办法找找老关系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一定要救方霞他爸出来。方霞一听也是转怒为喜，心里又有了很大的希望。吴美珠看在女儿的情分上，分别去求好几位老领导给帮忙，可惜人家大多都说是事情太大太严重了，无能为力。过了没多久，方全被宣判了，判了个无期徒刑。小霞，这次要不是你妈，肯定达不到这种效果，你应该去看望看望他老人家呀。郑大庆，你脑子有问题吧？我爸被判得这么重，你还让我去看他？他肯定是没做任何努力，那天电话里说帮忙，不过是糊弄咱们罢了。不，小霞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妈呢？我说这话你可别不爱听，要是你妈什么都没做的话，估计你爸这条命可就危险了。够了！没等郑大庆把话说完，方霞火了：“要去你自己去吧，我是不会去看他的。”郑大庆只好闭嘴，再也不提让方霞去看望他妈妈这事儿了。过了些天，郑大庆陪着方霞去探监，停好车之后，郑大庆在车里等着，方霞一个人去见父亲方全。面对面坐下之后：“爸，你瘦了，头发都白了，要保重身体呀。”“傻孩子，你也瘦了，爸没事，你还是要振作起来，好好生活。”说到这儿，方全话锋一转：“小霞，你妈年岁也大了，抽空多去看看她吧。”“爸，我不去看她，从小她都没管过我。再说了，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她都不理不睬，你还惦记着她干嘛？”“哎，你糊涂呀，孩子！要不是你妈拼了老脸，估计老爸我现在已经上路了。你妈也不是从来不管你，她是有苦衷的。你要理解他。”30分钟后，探监结束，方霞眼圈发红，步履缓慢，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车里。“大庆，开车吧，去我妈那里看看。”郑大庆心头一喜，点头了一声，没敢多问，开着车就驶向吴美珠的住处。这次见面之后，郑大庆与方霞每隔不长的一段时间便会来看望方霞的妈妈吴美珠。吴美珠很喜欢郑大庆这小伙子。1年之后，他亲自安排人张罗着给方霞和郑大庆举行了婚礼。婚宴结束，回到家，方霞上洗手间的功夫，吴美珠就说：“大庆啊，小霞她从小缺乏母爱，又被她爸爸宠得不像样，脾气不好，你这个做丈夫的要多担待着点儿。”“那是自然，你就放心吧，妈。”“好，那就好。
另外，如果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的话，你就跟我直接说，妈一定尽力帮忙。有了乌梅珠这一番话，郑大庆是非常开心，十分满意。那么将来他们这一家三口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欢迎关注下一段视频，岳母提鞋。